你有沒有發現，最近開車進任何一個大馬，轉過一個路口是99 Speed Mart， 再過2排店屋，可能又看到 Mr. DIY 或者 EcoShop。感覺不是我們去找這些店，而是這些店一路追着住宅區開。截至2026年3月底，99 Speed Mart 已經超過3000家。Mr. DIY 超過1500家，而5月底 EcoShop 也超過460家。地圖上密密麻麻都是分店，連以前只有雜貨店和茶室的小鎮，現在也開始看到這些招牌。生活越貴，大家買東西越會算，看到便宜的店自然更願意進去，所以市場很容易畫出一條直線，店越多，顧客越多， revenue 自然越大。但一家店把招牌掛起來，只能證明公司已經先把錢花出去了。真正的問題是，半年、1年以後，店裡還有沒有人？收銀機有沒有一直響？投進去的錢有沒有回來？當所有公司都在地圖上插旗，真正的贏家到底是誰插的旗最多，還是誰每插一支旗都能把錢賺回來？換成財務語言，就是誰最能把新店變成現金和 ROIC。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概念。先講清楚一個很大的誤會：99、EcoShop 和 DIY 雖然都屬於平價零售，但他們不是同一種商業模式。99本質上是一間開在社區旁邊的小型超市。你下班回家發現沒有麵包，晚上孩子說牛奶喝完了，隔天洗衣粉又剛好見底，很多時候就是順路進去買。麵包、飲料、洗衣粉這些東西不會等到過年才一次買完，家裡缺了就是下樓買就對了。2026年第一季度99的交易次數增加 18%， 達到 141.1 million 次，平均客單額大約維持在21.7塊。換句話說，不是每個顧客突然推滿一輛購物車，而是有更多人一次又一次走進店裡，收音機多響了幾次。99賺的不是你一年進去一次買幾百塊，他賺的是你今天進去，下個星期又回來，貨架上的東西不斷賣掉，他的員工就不斷補上。EcoShop 不同，他靠固定低價，在西馬是全場2.6塊吸引顧客。你本來只是想買3個衣架，走進去以後看到塑料盒2.6塊，膠紙2.6塊，廚房抹布也是2.6塊，每一樣看起來都不貴，結果籃子從3樣東西慢慢變成10幾樣。你本來進去只是想撿便宜，結賬的時候才發現，你以為自己很會省，店家其實比你更會算。他賺的就是低價把人吸進來，再讓顧客產生一種感覺，反正才2.6塊，多拿一個也不會怎樣。但家裡的掃把不會3天斷一支，塑料盒也不會每天失蹤。這些東西的購買頻率天生就不像麵包和飲料那麼高，所以 EcoShop 除了開店，還要不斷更新商品，並且控制每一個價格點能留下多少利潤。DIY 則是靠品類寬度來競爭。家裡的燈泡燒掉，你本來只是進去買1粒燈泡，結果走到 cashier 那邊，手上已經多了延長線、螺絲刀、種花工具，還有一排 Double A 電池。他賺的是你本來只缺1樣東西，但既然都進來了，順便把家裡另外3樣遲早要買的東西一起拿走。所以不能把3家的 Gross Margin 排成一張龍虎榜，誰最高就直接封冠軍。這就像拿賣麵包、賣塑料盒和賣燈泡的店，用同一張考卷排名，題目本來就不一樣。99的 margin 比較薄，但購買頻率和庫存周轉更高。DIY 的 margin 較高，但顧客不會每天來。EcoShop 則更受固定售價、採購成本和商品組合影響。真正要比的是每投1塊錢進去，一家店可以做出多少 revenue， 多久把錢賺回來，成熟以後還能不能繼續增長。最後不是看招牌開了多少塊，而是每投進去1塊錢，口袋裡到底能留下多少利潤和現金。首先，我們要先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在馬來西亞平價零售的需求，順豐確實存在。現在去巴剎、超市，甚至只是去便利店買幾樣東西，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已經不是我要買什麼，而是先看多少錢。如果我說的是你，記得在這支影片 comment 你真懂我。2026年5月，馬來西亞零售成交額同比增長 7.2%， 零售銷量增長 4.4%。生活成本上升，消費者更重視價格，這個邏輯沒有問題。Zara 援助金也確實把更多購買力帶進基本用品市場，但這筆錢不是直接打進某一家上市公司的收銀機。RHB 在2026年5月估計 Zara 相關銷售約佔99總銷售的 5%。但問題是，便宜不是任何一間公司的獨家專利， Zara 也不是只能夠在上市連鎖店使用。截至2026年6月下旬，全國已有超過13500家商店加入 Zara， 其中超過6500家是小型雜貨店。蛋糕變大了，但拿着盤子圍過來的人也從幾家連鎖店變成超過1萬家商店。尤其下班已經塞車1個小時，很多人不會為了省20 cent 再特地多開5公里。最後憑的往往還是離家近、停車方便、價格合理，而且進去不會發現10樣東西缺3樣。小型雜貨店贏在離家近，有些老闆連你平時買哪一種麵包都記得。大型連鎖則贏在採購規模、商品選擇和補貨速度。所以行業順風只能解釋為什麼這個行業還有成長空間，不能證明哪一家公司一定可以創造更高的股東回報。門口有人經過，不等於有人買單；收銀台一直有人排隊付錢，也不等於錢最後留在公司。以前看零售股最容易看的數字是門店數量，現在不夠了。第一張成績單是成熟門店有沒有繼續增長。新店像剛出生的孩子，開業時當然最受關注。真正考驗公司的是開了好幾年的老店，還能不能繼續吸引更多顧客，而不是坐在那裡吃老本。所以我們要看的是 SSSG 交易次數、平均客單額和單店 revenue。假設公司開了100家新店，集團 revenue 增長 10%， 表面上很好看。但如果舊店生意正在下跌，只是靠新店把洞補回來，這種增長就沒有想象中漂亮。更麻煩的是，這條街開一家，下一條街又開多一家，附近居民沒有突然變多。集團養了多幾個員工，多了幾台收銀機，但同一個顧客只是從舊店走去新店付款。第二張成績單是 margin 到底怎樣改善。採購量變大，供應商價格更好，配送路線更密，庫存損耗下降，自有品牌增加，這些是公司練出來的肌肉。例如同一輛羅里，以前一趟只能送5家店，現在同一條路線可以順路送8家司機，油錢和倉庫成本就能被更多門店分攤。相反，馬幣走強，運輸成本暫時下降，或者一次性調高售價，更像天氣剛好幫忙，不完全是公司自己練出來的本事。順風當然是好事，但不能假設它每年都來。風吹的時候，船當然跑得很快，問題是風停以後，船還能不能跑得快？再來，還有供應商回扣的會計記錄方式。公司把大部分供應商回扣和獎勵從其他營運收入重新分類為銷售成本的扣減項， Gross Margin 會馬上變漂亮，但公司並沒有憑空多賺一筆錢。同一筆供應商回扣，只是從財報的左邊口袋搬去右邊口袋。第三張成績單是利潤有沒有真的變成現金。零售的好處是，顧客在收銀台已經刷卡、掃碼或者付現金，供應商可能120天，甚至是更久以後才收到錢。但新店還沒有正式開門，錢已經先出門了。初始庫存、裝修、冷氣、貨架、收銀系統、配送中心和羅里全部要先付錢。另外，租賃本金、
放在 financing activities， 不在 operating cash flow 裡面。所以更保守的看法是用 operating cash flow 減掉 capex， 再減掉租賃本金。這不是正式的 free cash flow 定義，但它能回答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公司付完裝修、設備和租賃本金以後，保險箱裡還剩多少錢可以拿來派股息、還債或者繼續開店。第4章也是最重要的成績單，是新增門店的 ROIC， 也就是公司每投入一筆新的資本，最終能夠帶來多少回報。一間新店不是把招牌掛上去就開始自動印錢，公司要先塞一大筆錢進去，再等顧客一筆一筆消費，把這筆錢慢慢賺回來。不只是裝修和設備，還包括初始庫存、招聘、培訓、執照，以及為了支持更多門店而增加的配送設施。以前一間店2年就能把本金賺回來，現在會不會拖到3年、4年？表面上門店還在增加，但公司的錢卻被鎖在店裡更久。如果每家新店需要更多錢，卻帶來更少利潤，公司還是會繼續變大，只是股東未必一起變富。先看99 Speedmart，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 revenue 增長 17.5%， 門店同比淨增加253家，達到3086家。更重要的是，交易次數增加 18%， 平均客單額大約維持在21.7塊。根據投行99這一季度的 SSSG 也增長 11.1%， 這代表增長主要來自更多交易。舊店也還在自己跑，不是全部靠新店背着走，現金流也相當強。當季 PAT 是 188.6 million， Operating Cash Flow 達到 307.2 million， 扣掉大約 26.5 million 的 Capex 和 48.3 million 的租賃本金以後，仍然剩下大約232.5 million， 高過當季 PAT。 當然，這253家新店不是複製貼上的253個成功案例，有些開在旺區，有些可能需要更長時間，回報不可能全部一樣。但目前看到的畫面是，新店在開，舊店也有增長，顧客真的增加，現金跟得上。99目前交出來的是一張偏正面的成績單。再看 EcoShop， 截至2026年5月，門店從371家增加到462家，淨增加91家，增長大約 24.5%。但同期 Revenue 只增長約 4.6%， 達到 2.92 billion， 交易次數增加 8.1%， 達到 124.1 million 次。換句話說，門店多了接近1/4，但所有收銀台加起來只多響了大約 5%， 這個落差值得關注。不過也不能拿5月才開門的新店要求他交出一整年的成績。91家店不是同一天開，有些可能只貢獻了幾個月的 revenue。 EcoShop 也在2025年4月把價格從2.4塊調高到2.6塊，顧客多少都需要時間適應。單看只是多20 cent 好像沒有什麼，但如果一個顧客的籃子裡拿了20樣東西，結賬時就是多4塊。真正要看的是這些新店跑滿半年，1年以後籃子有沒有越裝越滿，單店 revenue 能不能追上來，新一批門店的回本速度能不能守住招股書披露的大約 1.5 年至 1.8 年。另外 EcoShop 的 margin 也要拆開看。截至2026年5月的全年 Gross Margin 提高到約 33.3%， 背後同時有商品組合改善、售價調整、馬幣走強以及供應商回扣重新分類。利潤增長不是假的，但不能把全部改善都當成永久能力。今天從2.4塊調高到2.6塊，可以幫 Margin 跳一次，明年再調，顧客可能就不只是皺眉了。一次多20仙，顧客可能接受。如果固定低價不斷往上移，消費者心裡對於品牌的印象也會跟着改變。最後看我的心頭好 Mr. DIY， 同期門店增加123家， Revenue 增長 9%， PAT 增長 10%，
SSSG 也有 1.6% 的正增長。它沒有像99那樣收音機越響越快，也沒有 EcoShop 那種招牌開得很快，銷售卻暫時跟不上的落差。所以 DIY 接下來的問題已經不是還能不能再開一家，而是下一家究竟開在哪裡，開了以後多久把錢賺回來。根據 RHB 的報告，公司計劃把約 15% 的新店放在東馬。在商品選擇相對沒有那麼集中的地方，一家品類夠齊的 DIY 門店可能更容易成為顧客一次買齊幾樣東西的地方。綜合來看，99目前偏綠燈， EcoShop 的儀表盤已經亮出一些黃燈， Mr. DIY 則處在中間，車還在走，但速度比較溫和。但這不是對3家公司下永久結論，只是最新一輪擴張質量的階段性成績。講到這裡也要公平一點，開店不一定是錯。馬來西亞部分小城市、鄉村地區和東馬現代平價零售的覆蓋可能仍然不足。大型連鎖繼續取代效率較低的傳統門店也不是沒有可能。門店越密，同一輛羅裡就不需要為了2家店繞一大圈，一趟可以順路補5家8家。司機、油錢和時間都可以被更多門店分攤，採購量變大，跟供應商談價格也更有利。有了會員系統和消費數據，公司不需要只靠店長感覺這裡應該賣得好。系統可以知道這家店飲料賣得快，那家店收納用品賣得快，補貨和擺貨就會更準確。所以我不認為這個行業已經沒有擴張空間，也不認為3家公司接下來都不應該開店。我的判斷只是，以前看到門店增加就很容易當成好消息，現在這個標準已經不夠用了。同樣增加100家店，對原本只有300家店的公司是規模再增長1/3，對已經有3000家店的公司只是多大約 3%， 數量一樣，對增長的意義完全不一樣。所謂第2階段，不是行業停止增長，而是投資者要換一套評估方法。第1階段，我們看地圖上多了多少個點；第2階段，我們要看每一個點究竟是現金機器，還是一個不斷囤錢的洞。以前問今年開了多少家，現在要問舊店有沒有被分流，新店多久成熟，回本期有沒有拉長，margin是靠能力還是順風，利潤最後有沒有變成現金。總結來說，馬來西亞平價零售的需求順風仍然存在，消費者追求便宜、方便和小額補貨，這個趨勢不是假的。但賣的便宜本身不是護城河，真正難複製的是門店很多卻不會自己打自己，配送網絡夠密，補貨夠快，供應商關係穩定，庫存轉得夠快。Margin 不是只靠馬幣、漲價和會計分類撐起來，最後新店還可以快速回本。開店是把公司做大，新店持續創造回報才是把股東做富。第1階段比的是誰能把店開出來，第2階段比的是誰開完以後還能把利潤變成現金，把現金變成更高的 ROIC。門店數量決定公司可以成長多大，新增門店的回報才決定公司長大以後股東到底有沒有更富。以上是我答應觀眾接下來要研究的公司。如果我的影片可以幫你做出更理智的判斷，記得 Like and Share，我們下期見。